13年前，你将隔壁的大成矿业合并进来。大成矿业是谁的呢？于天成。你要的矿批下来了，去办手续吧。太谢谢了。13年前，万海抢了宇天成的矿，然后3年前，宇天成想把矿拿回来，是因为这个矿里发现了铜镍。这俩人为这沓资源争来争去，打打杀杀。矿山之间有争斗，这个常见。可是你们闹到了持枪杀人。你并不是以收购的方式达成合并，反而1分钱没有花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江远，哎，你想回来发展，想大展身手，这些都可以，但是不可以打着我的旗号，更不可以在我曾经工作过的地方，人家会怎么看你，又怎么看我？领导，这事我得反驳您一下，我从来就没打过您的旗号啊，这事儿我都没求过您，对吧？我在东平创业，纯粹就是靠我自己的本事。那现在是公平竞争的时代，那东平现在有资源，有规划，东平要发展，我也要发展的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别的地方都可以，就是东平不行。你给我离开东平。不是为什么呀？只有东平才行啊！东平有铜镍，其他地方没有。而且我都规划了3年了，您现在上我说离开就离开，我怎么离开啊？我3年了啊！3年前你不是还在国外读书呢吗？领导，这事儿我得跟您捋一捋啊。是这么回事儿，咱们东平发现的这个铜镍矿呢，其实就是宇天成之前那个矿。你说哪个矿？就是宇天成之前那个矿。你要的矿批下来了，去办手续吧。感谢江书记，太谢谢了。记着啊，我们之间两清了。江书记，我知道你在心里怪我，但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呢，我心里也很难过的。于建成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什么算盘，我没想到的是，你竟然对我儿子下手。江书记，我是完全感同身受的。你儿子小远现在是出国了，可是我的学生不，应该也是我的孩子。他现在还在监狱里蹲着呢。这件事情会跟他一辈子的，他的人生谁来替他负责呢？走吧。你说，
3年前你们就已经开始。不是，其实是13年前。13年前，万海抢了于天成的矿，然后3年前，于天成想把矿拿回来，因为矿里有铜镍。那现在正好，那个万海他是个黑社会啊，那黑社会我们就可以顺理成章的把那个……哎，你想干什么？黑社会？万海是黑社会，还是于天成是黑社会？你知不知道于天成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不是他怎么了？您多久没见过于天成了？您知道他现在什么样子吗？于天成他的公司都上市了，在香港上市了。我现在跟他合作是因为我能利用他呀，他有资本，我有能力，对吗？那万海有什么？他就是个山炮，这事儿他干不了。只有于天成，只有我能干。万海他现在是个黑社会，他13年前也是。谁说13年前万海就是黑社会啊？啊？谁又说13年前于天成的不是黑社会啊？我告诉你，不可以。万海必须是黑社会，他要不是黑社会，我跟于天成就拿不了这个矿，我拿不了这个矿，这3年我就白干了。到，我没有退路。你们愿意待就在这待着吧，我就一句话，这事儿没完。江书记，我知道你们两家有一些误会，矿山之间有争斗，这个常见。可是你们闹到了持枪杀人，这个事情性质恶劣，必须要依法严肃处理。考虑到你们两家都是市里的支柱企业啊，政府也要保护企业的发展，冤家宜解不宜结嘛。我今天来的目的啊，就是争取把这个结给解了。这样啊，于总。你的大成矿业无偿转让给万总。还有，你离开东平，另谋发展。万总，这件事情到此为止，不再追究。我的时间有限，有什么想法说。那就这么定了。张文京，有人找你。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？找人对我们来说很简单。你真的不当律师了？万海案是通天的大案，拜他所赐，我都成著名律师了，哪个律所敢用我呀？找我有事儿？
我们这次呢，是代表海东省检察院519专案组来见你。我们认为万和案是一个错案。专案组的成立，就是要启动万和案的复查。我们需要你的帮助。需要我做什么？那还不配合是吧？那你们有没有考虑过，他为什么不配合呀？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，但是司法者不公正，司法过程不公正，光法律公正有什么用？你们没有这个意识，我们聊什么？东平司法系统存在保护伞。咱们的事务所被人砸了，要暂停执业。你说的公平、正义、真相，那些都是学校书本里说的理想状态。生活不是，生活是活着。忍了吧，咱们都活的。我没说。当初我被打成黑社会骨干成员，紧接着就可以撤诉、释放所有的证据。他们说是真的就是真的，说是假的就是假的，这就是他们做的事儿啊。你今天让我帮忙，明天你们又走了怎么办啊？这个案子是能说翻就翻的吗？之前不行，现在就能行了。请相信我们这次的决心和力度。我们不说这个啊。郑主任，现在你也看到了哈，我已经不是律师了，也不想再当律师，所以这些东西跟我都没关系了。是你把我的电话号码给了万超，也是你让万超把证据交到我手上，对吧？之所以成立专案组，就是因为这个证据，矿难是人为的证据。你追求公平正义的心还在，你也希望万海案翻案，否则你不会让万超来找我的。万超现在生死未卜，于情于理于法，我们都要彻查万海案，还万家一个清白。这也是你想要的。我们真的需要你，听你继续相信司法，相信自己，相信律师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张主任，你说的或许没错啊，但是我想换个活法了，简简单单上班下班挣工资，朝九晚五踏踏实实，剩下的所有时间都陪我的女儿。法律跟我没关系了，我也不想再有关系。我还得上班，就先走了。张律师，我们会再见。报告，进来。许局，江南市刑侦支队支队长孙彦川向您报道。什么风把江南市局的人吹到我办公室里来？啊，坐坐坐。哎呀，老宋啊，我还不知道你这叫无事不登三宝殿。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儿？
我这次到东平公办有个案子，需要调取516万川矿业生产事故所有的监控视频和乔振兴的尸检报告。徐姐，江武军被人带走了，人现在就在江南市被控制，已经整整1天了。江南市啊，您看您这儿能不能给予协助啊？来，喝茶。谢谢。这是公函。哎呦，省厅的公函，大案子。快坐，坐坐。我先表个态啊，你们需要我们局协助做些什么，尽管提，啊，我们全力配合。关于监控视频呢，现在都在我们技术科里啊保留着呢。如果你们这个案子要需要的话，全都可以拿走，啊。尸检报告，我建议你们是直接去法医中心，回头啊，我安排个同志啊协助你们工作，啊。刘主任啊。是这样啊，省厅这块有个案子啊，有公函，江南市局的支队长老宋啊就坐在我这儿，待会儿他会去找你，全力配合，提供方便，好吧？哎，好好好。待会儿啊，你去找刘主任，顺道让他给你开个介绍信。你们外地公安啊，在东平市办案，有了这个介绍信啊，各方面都方便点。太感谢了，你看看。还有什么其他的事情需要我们提供协助的？没了。那我去找刘主任了。好，洪姐，再见。嗨，老宋啊，还有个事儿，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矿山出事那天呀，由于他们是盗采，所以呢。关键部位的摄像头啊，都让他们给关了。就现有的视频资料啊，我们局也查过，确实查不出什么疑点来。如果你们办案要真的需要的话，我倒是建议扩大一下调取监控的范围，啊，只是个建议。许局，感谢，我走了。几百万现金呐！他是刑侦大队长啊！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啊？是。我问你，除了矿难事故调查，还有乔振兴这个案子，万海案他有没有参与？有。你在这儿等我一下。好的。宋局，这是乔振兴的尸检报告。案发地的水样呢，和乔振兴肺内容留物的液体比对结果是一致的，但是有点奇怪。按照我的经验呢，水库那边的硅藻一般是呈圆形居多的，那这回分局采集的呢是呈不规则形状。这个事儿呢，我也和负责案件的江队说。江红军。对。他怎么跟你说的？江队说不让我搞经验主义，报告结果呢就按实际结果出就行，别的不用管。宋局，有个事儿，我不知道应不应该说。你说。做水样实验那天晚上，我在实验室的楼道里看见江队了。江队，江队，我靠背有下子。哎，刘主任，哎，你这么晚过来有事儿啊？孙局让我找许局签个字，下班了吧？那你来晚了，许局早下班了。哦，啊，那行，那我明天再过来。行，你明天早点过来就行。啊，忙着吧。好了好了，哎，再见啊，再见。哎。
我手里的这一份是我们在金海歌厅鱼缸里采集到的水样检测报告，这一份是你们当时曾经出具的乔振兴体内的水样检测报告。你们当时说乔振兴是淹死于永清河内，那他体内的水样应该是永清河的水样。那你能给我解释一下，为什么现在他体内的水样会和一个歌厅鱼缸里的水样高度一致吗？这个是3月1日晚上8点06分，在东平市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拍到的监控视频。目击者证实，你当时确实出现在司法鉴定中心，为什么？好，来，我们再看。够了，够了，洪亮，是我，都是我。乔振兴尸检的水样是我换的，还是孙飞给我下的命令去执行了这个任务。我就从参加工作开始吧，我也不知道咋的，孙飞就盯上我了。可能是我那会儿年轻，什么事儿都冲在一线，然后工作也开展的不错，他就说要带着我。我说我就别了吧。那你知道他咋跟我说的吗？他说江文运，要么你就干，不干从明天起，别再让我在东平再看上你。你要是想好了跟着我干，以后在东平吃香的喝辣的。他说我跟你们这些正规军不一样，你们经过组织严格的培训，我呢我就半道转过来的。我就觉得穿上这身警服，手里就有了权力，就能为所欲为。原话。我挣扎过，但我家人的工作、孩子上学都是孙飞安排的，我不听他的，我老婆孩子都会受到影响。我就是这样被他拉上了船。但是你知道吗，洪亮，那船上诱惑太大了，上面能得到你想要的所有的权利、尊严，然后旁边是社会上的人对你的追捧，还有你心里边你能满足你所有的欲望。这船啊，它不但大，它还开得稳呢。你们要是不来，这船还不定开到哪儿去了。行，你跟我说说呗，咱在船上啊，说除了你啊，孙飞啊，还是我就这么跟你说吧，我就说一点，你知道我每回执行完孙飞给我的任务之后，是怎么拿的那些钱吗？我把车停在一停车场，行车记录仪清空，车门留着不锁。第二天早上一早，钱就在这后备箱上。那些钱都不知道，你觉得我会知道那船上还有谁吗？呸！你确定你现在醒酒了吗？能对你说的话负责吗？我醒了，我对我刚才说的每一句话、每一个字儿，我都负责。那你还记不记得
威胁你的人长什么样啊？比如体貌特征。我被蒙着眼睛关了好几天，什么都看不到。我只记得抓我的人里面有一个是长头发。你再好好想想，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可以提供的信息，比如周边的环境。那个地方可臭可臭。臭？化工厂？厕所？不是。造纸厂？肉？腐烂的味道？也不是。垃圾堆？对，垃圾，就像门口那个垃圾桶那个味儿。好，你今天说的我们都记录下来了。关于你诬陷乔振兴的问题，下一步听候调查。可是我出去不会有危险吧？他万一再找过来，我怎么办呢？不好意思，宋队打扰一下，我说句话。彪哥，我洪亮，我也在调查组。我在这儿，你放心，你可以相信我，我们一定会保证你的安全，好吗？好，我放心。只要你们需要，我全力配合，随叫随到。我再多说一句话，以后咱不喝了呗。自从举报振兴，我天天喝。今天说开了，我也踏实了，不喝了。我会上强调过多少次，政商之间要做到亲与轻。你们公安分局党风廉政工作是怎么开展的？那手下出了问题了，你来找我了，你让我怎么办？我知道，但是局里的很多大案要案都是他办的，包括万海案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是想说万海案是错的？我只是推测，但如果没有一点真凭实据的话，他们怎么敢动手呢？我之前也跟许局说过了，但是许局他没表态呀，所以说我现在我只能来找您，因为我觉得这个事儿它关乎到我们整个东平公检法的廉。别跟我说这个，你要绑架我吗？书记，救救我吧！您德高望重，您的面子他们会顾的。现在只有您能救我。我问你，江红军的问题，你是否知情？我真的不知情。你自己是否有职务犯罪问题？没有，书记，我保证没有。那你怕什么？你让我救你什么？书记，我就是害怕，因为江红军一出事，我肯定会被问责。但是我向您和老书记保证，我真的啥都没干。你找老书记了？没有。老书记让你找我？没有，您千万别误会。孙飞，你有没有问题，只有你自己心里最清楚。如果你有问题，老书记救不了你，我也救不了你。你是国家干部，受过党的教育，这种情况
你知道该做什么样的选择，不要有侥幸心理，明白吗？孙飞，我问你明白吗？必须的。小卢，哎，洪老师，目标从东平市委出来了，但是呢没朝单位走，而是往自己家的方向去了。行，知道了。咱们几个车啊，现在改地方了，目标人物可能是回家了，咱往那边奔。收到，收到。知道了，已经换地方了啊。不是洪老师，又有新情况，刚刚截获了目标人物的一条短信，几分钟前买了从海州国际机场前往香港的机票。这是要跑啊，这是！赶紧家里头没事儿。我是曹野，请海州国际机场公安部门配合一下，目标人物有潜逃的迹象，做好布控。目标人物已上车，准备驶离地库。有党局指引，目标人物突然在演场馆门口停下。哎呀，你这不巧了吗？哎呀，那小红，哎呀，你也好这一口，想。哎呀，来这个吗？不来。特意来的吗？海州。这是一脸疲惫，昨天一夜没睡啊。能看出来吗？我前2天，审了一个嫌疑人，一直跟我哭。他说我可不可以再给他一个机会，他一定会好好的重新做人。这么多年，哎呀，我见这样的人见多了，但是不知道怎么就是年纪大了，他可能想法就多了。我就在想，如果我真给他一次机会，他会不会为这个社会再做一些贡献？这个法律，它不光是用来惩戒人，有时候也是为了教育人。
当然，哥跟你这个检察官说法律，那肯定说不过你。但是有的时候我想，这可能是话糙理不糙。懂我的意思吧？哎呀，哥扯远了。怎么样，老领导现在还好？好。小敏呢？好。你那个小丫头，我记得是叫小豆，红豆。其实我这个人挺念旧的，以前一直给老领导开车，就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江家一家人可以说都是我的恩人。哎，其实说恩人我都不准确，可以说都是我的亲。红亮，咱哥俩也好久没见了，要不这样，既然今天见到了，我去后厨，我给老板加点钱，咱哥俩在这儿小叙一下，等我。飞哥啊，就跟你现在这个所有的钱啊，可能都花不了了。所以这顿我们结，那从今天开始，咱要不要就走个正门？咱坐下，别影响人。行。哎呀，你们不用这样拽着我，自己走就行。哪个房间啊？往前走。好。哎，洪亮不是一起吗？怎么没来啊？我请问一下啊，你这个设备不错，是刚出的吧？我去年到省厅学习的时候，我见过。啊，我们东平没有，还是你们省检察院有实力。两个小同志啊，你们是11部的吧？这个你也知道？哎，我都吃这碗饭有几十年了。我请问一下，怎么称呼两位？没有别的意思啊，只是方便咱们沟通。我是省检察院的检察官，我叫罗世新，您叫我小罗就行。哦，小罗。啊，这位，我是省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张怀恩。看上去年纪都不大，30出头，副科了哈。年纪轻轻的，就是原额检察官。挑大梁，来审一个不太老的老干部。看来领导对你们还是挺信任。孙局，你是不是还想知道我是哪里人啊？那我告诉你，我是江南市人。哦，我老家离那儿也不太远，那咱们算半个老乡。是啊，老乡咱们就更好说话了。对，对，那咱聊聊正事。
嗨，这么个事儿，小刘啊，是这样，其实审讯的本质呢就是沟通，啊，咱们要是沟通的顺畅，这对你们的工作只有好处，没有坏处。这你们领导都没教过你们。行了，孙飞，咱别在这绕来绕去了啊！这里不是你的公安局分局，所以你收起你的官腔的那一套。现在你唯一能做的呢，就是老实的配合我们的审讯。小刘啊，你和小张，你们放心啊，你们该问什么，你们就问什么，我一定配合。行，那咱就聊聊护照的事儿。护照？什么护照？刚才在你身上搜出了3本护照，并且都是假的，怎么解释？哦，你们是说这个事儿？这个，不归你们负责吧？你们不是11部吗？这样吧，你们通知一下东平纪委，让他们来调查，好不好？我呢对他们一定会知无不言的，啊，你看看你们2位小同志还有什么问题啊？我这个手头的工作一大堆，啊，你像蓝书记啊、许局那都等着我汇报呢，好吧？进。蓝书记，有急事啊！孙飞和江红军被带走，这事儿你知道吗？孙飞、江红军被谁带走了？具体我也不清楚，但江南市公安局的人来了，拿着省厅出的函，把乔振兴的尸检报告给带走了。这次啊，是公安和检察联合行动，我感觉着好像是那个指导组升了级又回来了，冲着万海案来的。郑亚萍已经去过监狱，见过万海了。早就跟你们说过，用人要谨慎。万海案、乔振兴案，都交给孙飞去办，你就那么信任他？蓝书记，这孙飞是老领导一手提拔起来的，他觉得他自己业务能力强，有什么事儿也不跟我汇报，我还得追着他屁股后边问。这就是我带的一支好队伍。东平的干部一个个被带走，都查到家门口来了，我居然什么都不知道。这就是你们办的好案子。万海案走到现在，办成今天这样，始终没有人跟我讲实话，更不可能有人提醒我。万海案要是出了问题，影响有多大我就不说。老许，你觉得你还能安稳退休吗？还有你，李仁俊，你这个刚提上来的检察长，你的位置坐得稳吗？萌芽藏进土壤，阴暗着窗，窥不见光，何时探出希望？迷雾不再隐藏，时刻寻觅生长，直到无从遮挡。做一朵野火里烧不尽，春风来吹，又生冷冻里盛开的花，灰烬里挣脱，要真相不在沉默中掉落。做一朵狂风也遮不完凌云中开不败的冷冻花，写
会尽力挣脱，要真相不再沉默。